农历新年的第一天，本该是阖家团圆、烟火升腾的日子，却因为一个名字，再度点燃全网热搜。肖战。当晚春节联欢舞台灯光亮起，他身着一袭剪裁利落的白色西装缓缓走出，灯光打在肩线与领口的瞬间，社交平台几乎同步爆炸。那不是简单的一套礼服，而是一种姿态，干净、克制、自信，又带着温柔的锋芒。很多人问，为什么总是他？因为他出现的时刻，从来不只是出席活动，而是定义瞬间。在众星云集的春节舞台上，他的造型之所以出圈，不只是颜值加持，而是气质的叠加。那种从容，是经历过风雨后的沉淀；那份克制，是走过舆论漩涡后的自省。白色西装象征什么？纯粹、新生，还是一种重新出发的决心？或许，这正是他在新年第一天传递的信息：不喧哗，却有力量；不张扬，却足够耀眼。从造型角度来看，这套白色西装并不复杂，没有过多装饰，没有夸张剪裁，却精准地贴合他的身形比例。简洁线条让整个人显得挺拔清朗。但真正打动观众的，并非服装本身，而是他如何穿它。镜头推进，他目光温和却坚定，微笑含蓄却真诚。这种气质是多年舞台与荧幕打磨出来的成熟。很多明星依赖华丽造型制造话题，而肖战却选择极简，用气场取胜。当晚热搜话题迅速蔓延，各大平台讨论度飙升，网友纷纷评价，这就是顶流的松弛感，他站在那里，就是安全感本身。所谓爆红，从来不是偶然，而是长期积累后的集中释放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就在白色西装刷屏的同一天，他主演的新片《悠闲生活》正式上线网络平台。这部作品题材温暖质朴，与舞台上的光芒四射形成强烈对比。在片中，他饰演一位普通手工匠人，没有豪门背景，没有高光滤镜，只有一双布满岁月痕迹的手，以及对生活的执着与热爱。上线当天，播放量便迅速突破1亿，引发大量观众讨论。为什么这样一部慢节奏影片能在快节奏时代取得如此成绩？因为观众正在渴望真实。很多人以为他会继续选择流量大制作，但他却偏偏挑选了这样一个朴素角色。影片中的他衣着简单，面容素净，眼神中多了几分沉静。他在木屑飞扬的工坊里专注雕刻，在夕阳余晖中低头打磨，每一个细节都透出对角色的尊重。这种反差恰恰体现演员的勇气。从舞台中央到工坊角落，他完成了一次身份转换，也完成了一次自我挑战。观众看到的不只是角色，更看到一个不断突破舒适圈的演员。首日破亿，不只是数字，在数据背后是观众的主动点击，是自发传播，是口碑驱动。许多影评人指出，这部作品节奏舒缓，却情感浓烈，没有刻意煽情，却在细节处直击人心。肖战的表演不再依赖外放情绪，而是以内敛克制取胜。他用沉默表达坚韧，用眼神讲述人生，这才是成熟演员的标志。选择在新年第一天亮相春晚，同时新片上线，这种时间安排显然经过深思熟虑。春节意味着团聚、希望与重新出发。白色西装象征新开始，而影片讲述普通人的坚持与温情，两者形成呼应。这不是简单的宣传，而是完整叙事。从舞台到银幕，从光芒到烟火气，它构建了一条清晰的成长路径。顶流意味着关注度，也意味着压力。过去几年，肖战经历过舆论风波，也经历过沉寂与重生。如今的他更加沉稳，他不再急于证明什么，而是用作品回应一切。流量可以制造话题，但只有作品能沉淀价值。悠闲生活的故事并不宏大，却充满生活气息。他讲述普通人在平凡中坚持梦想的故事。这种叙事贴近现实，也贴近观众的内心。当观众看到他在工坊里低头专注时，看到的不只是角色，更是自己努力生活的影子。共鸣
才是破译的真正密码。曾经，他被贴上流量顶流的标签，如今，他正在用一部又一部作品重新定义自己。白色西装代表舞台魅力，而匠人角色代表演员底色。两种形象的并存，说明他已经走向更宽广的道路。新年第一天的双重爆点，并非巧合，它更像一次宣告：过去已过，未来可期。白色西装是光，匠人角色是根。光芒需要根基，流量需要作品。当流量与实力结合，当舞台与银幕并行，肖战的未来显然不止于此。他已经证明，顶流可以有深度，偶像可以有担当。接下来，他或许会尝试更多类型角色，或许会在电影领域进一步突破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他已经走在正确的路上。这个春节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白色西装的惊艳，也看到一位演员对角色的执着。从舞台中央到普通匠人，从热搜刷屏到播放破亿，他用行动回应所有期待。或许这就是成长。感谢大家看到这里。如果你也被这场新年双重惊喜打动，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告诉我们你更喜欢舞台上的他，还是电影里的他。别忘了点赞、转发，并订阅频道，开启通知铃铛。新的一年，我们一起见证更多精彩瞬间。很多人只看到农历新年第一天的热搜，却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：为什么每一次重要节点，他都能稳稳站在中心？当星号肖战星号身穿白色西装出现在春节舞台时，那一刻的惊艳，其实是多年沉淀的自然释放。真正的爆发，从来不是偶然，而是长期主义的结果。回顾他的成长轨迹，你会发现一个清晰的路径，从偶像到演员，从舞台到银幕，从流量到口碑。他没有停留在舒适区，而是在一次次选择中主动拉长时间线。正因为如此，当悠闲生活上线破亿时，观众并不惊讶，而是认可。这种稳定输出的能力，才是顶流真正的护城河。所谓长期主义，不是简单坚持，而是在浮躁环境中保持判断力。在流量更迭极快的娱乐圈，能持续被关注，本身就是实力的证明。新年第一天，他给出的不是一场视觉盛宴，而是一份清晰的信号：我在成长，我在进阶，我不急躁。这种底气比任何热搜都更有分量。舞台上的他是白色西装，灯光聚焦，掌声雷动；电影里的他是朴素衣着，木屑飞扬，沉默坚韧。这两种形象看似对立，却构成了完整的肖战。为什么这种对照如此迷人？因为他打破了单一标签。很多明星只能在某一个维度被记住，但他正在建立双重记忆点，既有视觉冲击力，也有情感沉淀力。白色象征光芒，而匠人象征扎根。光如果没有根，会虚；根如果没有光，会暗。当观众在同一天看到这两种形象时，会产生一种强烈冲击。原来他不仅能站在高处发光，也能在角落里沉淀。这正是演员最迷人的地方。播放量突破1亿是成绩，但不是终点。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在破亿之后继续提升质量。悠闲生活能够引发讨论，不仅因为流量，更因为节奏克制与情感真实。在流量驱动的时代，一部慢节奏作品依然能获得关注，说明观众的审美正在升级。肖战在片中的表演没有过度情绪化，而是通过细节表达人物内心。这种减法演技比外放式爆发更难，而观众愿意为这种表演停留，说明他正在建立更深层的观众信任。破亿是结果，信任是资本。未来他面对的将不是流量竞争，而是作品高度的竞争。这种转变意味着真正进入实力赛道。新年的第一天，总带着某种情绪，重新开始，告别旧事，迎接未来。当肖战在这一天完成舞台与电影的双重亮相时，很多观众产生了强烈共鸣。白色西装像是一种重启宣言，匠人角色像是一种生活提醒。在快速变化的时代，人们一边追求耀眼，一边渴望安稳。
它恰好同时呈现了这两种情绪。